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个大事儿啊，那就是美国动手了，美国终于开始搞中共的高官了。然后呢，面具人在今天的节目中也会给大家带来最近很久都没有讲的心理学环节啊。今天想要给大家讲一讲认知吝啬鬼。哦，对了，还有就是法国马克龙这边做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恶心的举动，那就是这个面具人放在节目最后再讲，和美国的内战有关的。好了，首先来说一说制裁这些高官的事情。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周一宣布制裁的14人，全部都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黑名单上面排名第一的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晨，其余6人均为中共中央委员，分别为曹建民、张春贤、沈月月及炳轩、艾立庚、伊明巴海、王东明。另外6人全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分别是万恶香、陈竹、丁忠礼、郝明金、蔡达峰和武维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解释，制裁的理由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一致通过北京当局用以打压任何批评以及逮捕敢于反抗北京镇压政策的港版国安法。故此呢，美国国务院认定这14人对通过这部可耻的法律负有直接责任。那具体的制裁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被制裁者，他的本人以及他的家人将不得前往美国，他们受美国司法管辖或者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人将被禁止与他们有任何交易。也就是说，你不能来美国赚钱了，你也不能来美国了，并且呢，你在美国有任何资产可能会被冻结。那么北京控制香港、指定港版国安法的过程极其的神速和诡异。中国全国人大6月20日闭幕，但人大常委会突然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于6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半月内连续开2次常委会，这是非常罕见的。很显然，这个举动是专门针对打压香港民主力量而来。他们这帮人啊，专门开会研究怎么整香港人呢？这很明显是对抗议北京政策的泛民人士以及参加反送中运动的青年学生领袖要秋后算账呀。港版国安法在7.1前通过，成为了镇压香港民主力量和异议人士的工具。美国这次制裁的14人全部都出席了这一会议。蓬佩奥还警告说，我们目前采取的措施所强调，美国还将继续与盟友一同合作，让北京为自己背弃对香港的承诺、破坏香港自治的行为付出代价。美国制裁的14名中国高官还与剥夺香港立法会4名民主派议员资格息息相关。香港特区政府11月份宣布，香港泛民主派4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坚、郭家麒、梁继昌丧失议员资格。港府称这是依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的决定，并宣称今后参选者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者都适用这一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针对美国即将再度就香港问题制裁中共高官的事件宣称，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继续采取坚决反制措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香港时评员刘瑞绍对苹果日报分析说，川普政府在任期间即将满借钱出招，最大作用就是收窄拜登上台后对华政策调整的空间。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分析，川普政府1周来对北京当局出手频频，也指出，尽管有人希望拜登能实现两国关系的重置，但拜登的对华态度已经变得更为强硬。拜登似乎将致力于保留川普政府采取的许多强硬措施，包括关税和对中共技术的限制。因此呢，中国的官员担心拜登将更有效地领导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抵制。不少观察人士预计，民主党派人士拜登上任后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对北京手软。美国8月7日针对香港国安法制裁了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
中港官员名单，其中包括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等人。被美国制裁的还有北京驻港高官，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港澳办副主任，包括前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中共驻港国安公安署署长郑彦雄。11月9日，华盛顿又把另外4名香港官员列入黑名单，包括香港警务处负责国家安全处的副处长刘赐慧、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同时呢，被华盛顿制裁的还有李江洲公安部驻香港中联办警卫联络部部长，还有中央驻港国安署副署长以及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那看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不错呀，哎呀，美国制裁了，美国出重拳了，中共要完了，对吧？但是呢，面具人，我想问你们，美国制裁的这些官员啊，他很多人是不在美国的，对不对啊？能怎样吗？你制裁这些人能怎样？制裁了又怎样啊？这些人有几个是在美国的？你们真当这些当官的是傻子吗？面具人给你们说啊，有钱的人啊，在哪儿都一样，知道吗？并且呢，这些人还没去美国呢，他们也没想去美国。你美国不让他去了，他不能去日本吗？他不能去泰国吗？他不能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吗？不能去英国、欧洲吗？不能去澳大利亚吗？面具人给你们说啊，能够通过官场尔虞我诈、激烈斗争爬上来坐上那个位置的人，谁也不傻，比在座的你我聪明多了，知道吗？这些人稍微有风吹草动，他们肯定就开始为后面铺路了，知道吗？而且制裁这些官员的级别也都不高，都是副职。观众朋友们，你们想一下就能想明白了。那习近平的女儿就在美国呀，很多红二代、红三代都在美国呀，还有这些高官的子女都在美国呀，他们的钱有确实在美国的这些官员的钱，你为啥不制裁呢？对不对？你为啥不把习明泽抓了呢？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红色贵族的子女遣返回去呢？把他们的钱冻结了呢？对不对？啊，你把这些在美国的官员和脏钱给制裁起来才是最合适、最有效的，对吧？这不在美国的人，你制裁人家，人家大不了以后不去你美国了，对不对？你制裁人家起不到任何作用呀，你这甚至还是在帮习近平维稳呢，帮习近平关门打狗呢。以后中共的奴才不能去美国了，只能死心塌地的跟着党一路走到黑了，知道吗？如果说去这些比较偏一点的国家，那习近平更容易追杀他啊，毕竟美国的实力强，肯定很多人移民呀干啥呀，先首选美国。当然了，美国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了，知道吗？很多人现在首选的国家已经不是美国了。当然，你要是想把这些高官呀、贪官呀逼死在中国，你应该是联合全世界，你不应该是你美国孤立他。你美国孤立他了以后，你方便全世界跟中共勾兑吗？对不对？那么这次的制裁名单里面啊，里面有一个人是比较有意思的人啊，大家看过《开心词典》没有？就是那个女主持还长得挺漂亮的王小丫，对吧？她的老公是最高检察长曹建民。曹建民他是江苏南通人，生于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法学硕士，教授，比利时根特大学著名的这个名誉法学博士。1973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16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7、第18届、第19届中央委员，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法官，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排名第2的副委员长。他的老婆在民间比他有名，但是呢，现在几乎也退隐江湖了不再搞这种主持节目，不再搞演艺节目了，没有太多的信息。就是那位曾经主持 CCTV 开心词典的王小丫，估计这两口子现在的心情呀，也不能开心了。毕竟嘛，老公被制裁了，现在去不了美国了，那要研究去别的国家了，对吧？之所以这么恶心一下是因为听说这位曹建民在其前妻去世的时候
他也坚守北京的岗位，不回去送逝者一程，基本可以确定他在北京应该是有别的事儿呢。但由此呢，得到了当时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老院长的青睐，认定这个人呢，为了事业可以付出一切，事业心很强，力排众议，得到了提拔。那这个曹建民他就已经当上了，你看最高法院了，是吧？在最高法院谋了一个重要的职位。那你们看这个曹建民他是上海的这个人然后呢，这个曹建民他是妥妥的上海帮势力，在江泽民时期开始被重用，平步青云的。那现在被制裁了，等于是只能面对习派，等着被关门打狗了。那还有一个明星的老公也被制裁了，是原来 CCTV 新闻联播主持人李修平的第二任老公张春贤。原来呢，张春贤是新疆党委书记，他和周永康时代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原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是一样的关系非常好，也是对新疆维族人镇压的主要的这个凶手之一。张春贤之前呢是湖南省委书记，曾邀请 CCTV 许多人访问湖南做采访，然后呢用公款招待，办很多奢侈的活动，结果呢让李修平红杏出墙，给他的第一任老公据说是前几天也被制裁的中国中铁公司的员工戴了绿帽子，嫁给了张春贤，那现在也被制裁了日子也不好过。你们看这个姓曹的还有这个张春贤他们俩都是和江派有一些瓜葛的人物，和江派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的。那面具人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川普这是在帮习近平维稳吗？是在帮习近平加强他的统治力度吗？那观众朋友们，调动你们的认知资源想一想在什么情况下你会100%万的忠于你的主子，不会反抗的？当然是你毫无反抗的机会，你才不会反抗的，对吧？你才会绝对的忠诚，对吧？观众朋友们，再次请你们调动一下你们的认知资源，想一想，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不敢得罪主子？那当然是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对不对？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了。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了。当然是惹了以后发现了惹不过，有退路，那我可以躲一下。那现在可好了，没有退路了，美国不能去了，别惹了，大家关起门来一起建设强大的祖国吧。那也不存在什么对党不忠了，因为没有不忠的可能性嘛。那刚才说到了认知资源，接下来面具人想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咱们总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一些很简单的逻辑想不明白？难道真的是因为咱们傻吗？面具人不这么认为，面具人给大家带入一个认知吝啬鬼的心理学知识点，你们听完就能明白了。无论是人们日常的经验，还是现代心理学的研究，都反映和证实了人类的智力是有缺陷的。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会罔顾理性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正如心理学家菲斯克和泰勒的观点所描述的，人们在认知和决策时常常会偷懒，尽可能的避免费时费精力的理性判断，而习惯性的依据他的情绪和经验去判断，就像一个认知吝啬鬼，舍不得调动自己的资源，舍不得去耗费自己的精力。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人类认知判断时的认知吝啬鬼现象，其实是人类智力不可分割的一个特性。人类的智力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与环境的互动而逐步的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人类与黑猩猩的智力有什么不同它的区别就在于离开丛林的人类的祖先与一直依赖丛林的黑猩猩的祖先，他们置身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人类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生存繁衍要采果子，要狩猎甚至呢要做东西防寒，那黑猩猩一直在树上爬着，对不对？所以呢，人类的生存环境要求了人类不仅需要对复杂的情境做出正确的判断，更需要做出迅速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判断需要依据大量的讯息，花费大量的精力把这种精力和讯息结合到一起，去找判断的线索和依据，对不对？那对于线索和依据的缺失，
就只能做出保守性的决策，那就只能依据经验来判断了。而要求迅速做出判断的话，那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使用精力和使用调查取证，你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的话，你很显然在那个情况下你是情急或者是情绪化的，对吧？你就显然不能等待知觉和这个取证识别了足够多的线索和依据，调动你的精力去做判断了。这就促使了人类发展出了特异性的认知倾向性，以节省有限的认知资源、时间、能量、脑容量。那这些特异性的认知倾向，其中大部分就反映为认知吝啬鬼的策略。例如，人们只对变化的环境因素做出反应，而几乎不会对熟悉的环境做出反应。那人在极短的时间，比如一个车，我原来看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叉车嘛，叉车前面插的太重了，结果呢，这个叉车的头倾斜到前面去了，结果后面过来一个大妈，她直接就用手想把它按下来。你想想嘛，那几吨重的东西，你拿手能把它按下来吗？结果呢，叉车下来把它砸了。那这是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如果说这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取证的这个经验，那仅凭他有限的认知当中他在情急之下，他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再比如说有些人他掉到这个河里面了，或者是掉到泥浆里面了在这个时候呢，尽量要保持冷静，不要过度的挣扎。你越挣扎，你越容易溺水；你越挣扎，你会陷入的越深。但是呢，很多人在这种情急的情况下，他由于没有足够的认知资源之前也没有相应的参照物，他就会在紧急的情况下，依照自己的情绪和本能做出反应，那就是乱扑腾、胡乱挣扎。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他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导致他接下来陷入更艰难的困境，知道吗？那具体而论人们的种种认知吝啬鬼的策略，就反映在人类进行判断时候的种种决策偏误，比如框架效应，以及社会认知中的种种偏误，比如基本归因错误。这些认知策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使我们迅速地做出判断，而且呢，心理上能得到更大的安慰，不用去过多的纠结。那而做出的判断在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自己是不用负责任的，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靠谱的心里面没有什么负担。比如说探讨政治的时候，比如说探讨国家大事的时候，咱们很难去考虑到什么经济人心民心各方各面的因素，正面因素、反面因素，挺共的、反共的是怎么想的作为挺共的人士，他只用想挺就对了；作为反共的人士，他就想反就对了；作为挺川的人士，他就想挺川普就对了，反对的就是错的。这样的话，他心里面会很舒服避免他造成心理不安，明白了吗？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那么更关键的是，这些认知策略节省了我们大量的认知资源，使我们的判断效率倍增、倍增再倍增，知道吗？这个事儿就这么一决定，那个事儿就那么一决定，咱们认为很爽很快今天能决定10件事情，比他深思熟虑的只决定1件事情要快速多了，对不对？除非是必要的情境，人们才有可能像那种科学家、谋士一样理性的、严谨的、合乎逻辑的设想出很多结果，严谨的判断。比如你在相亲时候你看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在与她开口之前呢，你会想她喜欢什么，我下一句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去展示我自己，如何留一个见面好印象，对不对？你会从多方面搜集线索来了解对方是否是你值得交往和发展成为结婚的对象，并且呢，你会从更多的方面去了解他喜欢谈什么，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听什么，对不对？如果说你在探讨政治的时候，或者是探讨一些社会现象的时候你就一股脑的做出判断了，那证明是什么？证明这个事情对你刺激不大，或者是跟你关系不大。所以呢，你看不用负责任的、不用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凭借着自己的情绪信口雌黄，一股脑的就说出来了。
而在日常生活中呢，你每天面对数十人甚至数百的陌生人啊，你完全没有就是更多的资源去做出严谨的判断，你当然会像一个认知吝啬鬼一样做出社会性的判断，比如别人都是坏的啊，街上的要饭的都是坏的啊，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刻板印象或者偏见的认知资源。那至于认知吝啬鬼是否就反映了人类认知中的非理性特性呢？咱们需要从不同的层面来解释啊。如果你仅局限于某一次具体决策判断，你把这一次的具体判断用来对待你以后所有的人、所有的情况，那就证明你有认知吝啬鬼现象啊。因为每个情况、不同的时空环境、不同的情景之下啊，不同的人、不同的天气，甚至不同的时间，都会导致事情发展的不一样。那人类的认知吝啬鬼倾向下做出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他主观的直觉经验，而非理性的事实和有具体的逻辑模型。当然了，这样的行为就反映了就是人类非理性的一面啊，人类的智力懒惰的一面啊。他原来碰见过类似的事情，他就认为以后类似的事情就是一样的。就像很多华传粉啊，他思考美国的政治，他总喜欢用中国的这种政治框架去往美国去套，比如什么伟大领袖，比如我支持他，他就是对的啊，谁反对我，谁就是错的，消灭一切反对派，对吧？其实呀，你从宏观的人类整体的这个整个群体的视角来看啊，认知吝啬鬼显然是在人类面临认知任务和认知资源冲突的情况下所能发展出来最优的啊，也是对他最保守的、最符合他生存的一种路径。为啥？因为有些人他脑子想不到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你如果给他过大量的信息让他去思考的话，他反而会产生一些恐慌，甚至是抑郁，甚至当他发现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时候啊，过度复杂的时候，他甚至会丧失活下去的勇气，知道吗？那认知吝啬鬼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啊，他对这个世界的非黑即白的理解能够让他活得更安逸、更安心。如果他认为这个世界过度的复杂，很多事情不是他的这个脑力所能及的，那他则会丧失活下去的动力，而导致他的生命终结，懂了吗？所以说在人类的这个进化史上，你看进化出来的人们的这种思维习惯就会导致人有这个认知吝啬鬼的行为。当然了，这也是必然的，这也是必须的。所以你们看很多这个科学家呀、谋士这个智囊人士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理疾病都有一些抑郁的，因为他们看世界和咱们这些普通人看世界看到的点复杂程度不一样，用脑的过渡程度也不一样，把人心看太透了，把社会看的这个面儿太多了，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他心里面出现一些问题。那聪明人活着总是累的，那傻子总是最快乐的嘛，对不对？